轻型坦克是什么？在大部分军队的定义中，轻型坦克应该是战场上的精灵，以恰好够用的火力遂行一系列多用途任务，以灵活的机动弥补贫弱的装甲，在敌人发现自己之前就逃之夭夭。当然，这样的战场精灵构思并不是全部国家的共识，就比如斯拉夫的战场精灵从来就不知道恰好够用怎么写，他们强调的就只有火力，而且是极致的火力。在之前我们聊过关于 BMP 系列步兵战车的发展历程。 BMP 系列步兵战车是专门为机械化步兵所研制的武器，在空降兵中还有同类型的战车被称为 BMD 空降战车，它的发展情况大致和 BMP 差不多，最新型号被称为 BMD4， 使用和 BMP3 一样的100+30武器系统。这样的武器系统虽然可以让苏联的机械化步兵满意，但却无法让空降兵满意，究其原因还是苏联空降兵的作战环境太恶劣了。苏军的空降兵是一种高危险职业，他们需要在部队发起进攻前，通过散降的方式空投到敌人后方，夺取重要节点，切断敌人增援。一旦落地，四面八方就都是敌人，可谓是九死一生。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活下来，还能完成战斗任务，火力就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二战结束后，苏军高层在研判二战中的众多失败案例后，发现这些失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空降兵无法携带重武器，尤其是充足的反坦克武器。比如在市场花园作战行动中，盟军伞兵手中仅有很少的牵引式反坦克炮，主要用来对抗德军坦克的还是手中的 M18 无后坐力炮以及 PIAT 反坦克榴弹发射器。这样一来，德军既拥有了兵力优势，又拥有了坦克带来的火力优势，盟军的失败在跳下飞机那刻就已经被确定了。综上所述，苏军非常重视空降兵的火力，尤其是直射反坦克火力。苏联空降兵不仅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火箭缓冲技术，使他们可以人车一体空投，缩短装甲载具投入战场的空窗期。在这之前，苏军还为自己的空降兵开发了独特的 ASU-57 和 ASU-85 自行反坦克炮，让空降兵落地就能获得。当然，随着坦克装甲的发展， ASU-85 上面使用的85毫米反坦克炮逐渐力不从心，所以苏军针对这个环境，基于新的125毫米坦克炮，决定开发一种大口径拖曳式反坦克炮。1968年，由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鲁别夫所带领的设计小组开始针对于特殊要求开发新的125毫米拖曳式反坦克炮。格鲁别夫是苏联功勋火炮设计师，除了即将诞生的125毫米反坦克炮，他还设计有第61超轻型152毫米榴弹炮以及120毫米诺纳迫流炮。在这种天才的手中，新的125毫米反坦克炮很快成型。它基于经典的152毫米D30榴弹炮的炮架设计，为了针对于高膛压125毫米炮发射时产生的后坐力，格鲁别夫为火炮设计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式炮口直退器，在发射时，火药燃气会被快速的导向后侧，抵消一部分后坐力。而另外一点则是延长了火炮的后坐距离，反正后面没有炮塔阻拦，后坐距离设计的尽可能长，就能保证炮架在地面上的稳定性。全新的缓冲结构解决了后坐力问题，使得这门火炮不但可以发射破甲弹，还可以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这在针对应用复合装甲、拥有极高抗破性能的坦克时显得格外重要。新的牵引式125毫米反坦克炮被苏军命名为 2A45， 代号章鱼 A， 但这门火炮并不出名。这个系列中真正有名的是它的衍生型号 2A45M 及章鱼 B。 之所以章鱼 B 如此有名，还是因为格鲁别夫的天才想法。他基于85毫米 SD44 反坦克炮，为新的125毫米反坦克炮设计了一个摩托化装置。2A45M 拥有一台27马力的发动机，驾驶员通过炮塔前方通过方向盘来操作正门火炮，可以用10公里的速度机动到指定位置，而无需人力拖曳。并且这台发动机或者叫辅助动力装置还可以驱动炮架，通过液压来收放火炮脚架，这样显著提高了 2A45M 从行军状态到射击状态的转换时间。苏军认为 2A45M 可以在2分钟内展开火炮脚架，并且瞄准目标开火，同样收起脚架进行转移，需要的时间也不到2分钟。虽然 2A45M 非常优秀，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但它还是有些固定缺点，比如说它就是个牵引炮，消灭它不需要什么重火力，只需要一支冲锋枪或者一颗手雷。而且27马力的发动机仅仅满足了这门炮在必要时挪坑的需要，
至于越野呢，就别想了，一旦陷入泥地，更是连自己解决的可能性都没有。其实这样的缺陷很好解决，自二战时期开始，各国就都有一门反坦克炮加一个底盘，就成为自行反坦克炮的案例。比如德军的黄鼠狼或者英军的弓箭手。恰好苏军自己又有一系列的轻型坦克底盘，可供 2A45M 进行挑选。这些底盘多数是为了替代 PT76 两栖坦克进行研制的，运载冗余充足，并且装甲也还说得过去，至少不会被冲锋枪和手雷消灭。在决定使用哪个底盘之前，工程师们先实验了125毫米这一口径到底能否安装在轻型坦克底盘上。设计师们弄来一辆 BMP-2， 在上面焊了一门125毫米炮。经过几次实弹测试之后，并没有出现不可接受的结构性损伤。虽然车内被震得七零八落，但总体来说还能接受。在轻型底盘加125炮的验证通过后，剩下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反正是为空降兵研制的自行反坦克炮，那使用空降兵的底盘也是情理之中。所以设计师们拖来了一台空降兵使用的最新的空降战车及 BMD-3 的底盘。经过研判之后，轻便小巧的 BMD-3 完全可以承载 2A45 125毫米反坦克炮，只不过有些地方需要修改。首先就是开炮后坐力问题，需要增加车体的纵向稳定性。于是工程师们为每一侧行走机构多增加了2个负重轮，并延长了相应的车体，这样更长的车体就能在开炮时紧紧地趴在地上，增强纵向稳定性。另外，作为一门牵引式火炮， 2A45 拥有更长的后座距离以及炮口直推器。为了发射炮射反坦克导弹，炮口直推器是最先被取消的部件，而 2A45 更长的后座距离只能通过调整自动装弹机以及炮塔的长度来进行适配。经过调整之后，这门125毫米反坦克炮获得了 2A75 的新名称，而搭载它的自行反坦克炮或者叫轻型坦克则被称为 2S25， 代号章鱼 SD。2S25 章鱼 SD 是一种兼具有自行反坦克炮和轻型坦克特征的装甲火炮载具，其 2S35 的名称也能体现出这是一种炮加底盘的自行火炮系统，和炮兵的 2S19 穆斯塔 S 以及防空兵的 2S6 通古斯卡属于相同的性质。它主要围绕着一门 2A75 125毫米反坦克炮进行设计，这门火炮可以通用 T72、T80 等。苏联现役主战坦克弹药可以发射稳1稳定托克穿甲弹、破甲弹、高爆弹以及炮射导弹。这门火炮是世界上20吨级装甲底盘能所负载的口径最大、膛压最高的火炮。同时，这门火炮拥有垂直稳定器，支持章鱼 SD 在行进间对目标精准射击。275拥有自动装弹机，射速为每6到8发每分钟，俯仰角负5到正15度。虽然俯角继承了苏系一如既往的插进，但好在呢也没太离谱，看在如此凶猛的火力份上，还能掐着鼻子继续用。此外，全车携带有40发125毫米弹药以及配套的发射药包，其中自动装弹机内拥有22发弹药。作为一种恶劣作战条件下进行战斗的自行反坦克炮，章鱼 SD 在自动装弹机损坏后，依然支持车组通过手动装填125毫米火炮。此时火炮的射速降低为每分钟2到4发。虽然射速大幅降低，但至少能继续开火，这一点也没什么可挑剔的。机动性是 2S25 最大的亮点，这台车只有18吨重量，和基础型号的 BMP-3 相当。由于车重有所增加，即从 BMD-3 的 12.9 吨来到了18吨。为了维持机动性不变，该车采用了 BMD-3 上发动机的改进款，可以输出510匹马力的 2A06-2S 水冷柴油发动机。变速器有5个前进档和5个倒档，可以达到70公里每小时的前进时速和45公里每小时的后退时速，公重比约为28。在水上行进时，该车配备有 BMD-3 同款的喷水式推进器，可以达到8到10公里每小时的水上幅度速度，并且125毫米主炮拥有幅度开火能力，可以在水面对岸上目标开火，以掩护渡河部队。其限制仅为射界不得超过车体正面正负35度射击闪区，以防止车体在横向射击后坐力下倾覆。从这些数据上看，章鱼 SD 在武器重量大得多的前提下，和 BMD-3 的机动性几乎无异，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保持一致的并不只有机动性，还有另一空降战车经典设计，即液气悬挂。液气悬挂并不是日本坦克的专利，苏联的空降战车及 BMD-1开始就装备有液气悬挂。这一装备是针对于空投使用的，在进行空投时，空降战车可以降低悬挂高度，趴在空投后盘上，降低着陆对悬挂的冲击。等到车辆着陆后，升起悬挂就能投入战斗。此外，空降战车的液气悬挂还可以增加其隐蔽性，比如 BMD-1 就可以让工兵修筑正好高过车顶的掩体，避免敌人远距离侦察发现。
等敌人抵近之后 ，BMD-1 就可以升高悬挂，从掩体后探出炮口，对目标进行开火。自 BMD-1 之后，可伸缩的液气悬挂就成为了苏联空降战车的必备设计之一。继承了 BMD-3 底盘的章鱼 SD 自然也拥有一样的液气悬挂。章鱼 SD 拥有高度为190到590毫米的可变高度液气悬挂，整个行程可以在7秒内从最低升高到最高。隐蔽效果是其次，配合车身上独有的快拆系统，章鱼 SD 可以在落地后的3分钟内就投入战斗。对比起其他空降坦克动辄10几分钟的准备时间而言，3分钟可谓是动若脱兔了。在防御上，章鱼 SD、BMP-3、BMD-3 以及后来的 BMD-4 使用的都是同一种防御材料，即 ABT-102 铝合金。这种材料拥有亚制装甲钢约 50% 的有效厚度，是世界最先进的铝合金装甲材料之一。它的正面延续了 BMD-3 的防御水平，可以在正面40度的范围内抵御500米以上的23毫米穿甲弹，在1000米以上概率抵挡布莱德利25毫米链炮发射的托克穿甲弹。其余部分仅能防御炮弹破片以及 7.62 毫米步枪弹的程度，也没什么可挑剔的。这个防御比起章鱼 A 和章鱼 B 至少不会被步枪消灭，已经很够用了。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自行反坦克炮， 2S25 章鱼 SD 拥有比很多轻型坦克更轻，但火力比轻型坦克更强的设计。这种独特的载具和空降兵的象性非常好，它可以被任何空投 BMD-3 的运输机空投。在使用1276大型运输机时，它可以搭载3台 BMD-3， 也可以搭载同样数量的章鱼 SD。这对于一种拥有主战坦克火力的轻型载具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在俄罗斯官方宣传中，章鱼 SD 往往以主战坦克杀手的名称出现，这并非一句空谈。在主战坦克普遍装备有爆炸反应装甲的今天，反坦克导弹如果没有串联战斗部，即使从侧面也很难杀伤主战坦克。更何况现在大部分的主战坦克还可以通过更先进的爆反装甲或者双层爆反的布置，反向克制串联破甲弹。所以针对于空降兵落地后可能遇到敌方主战坦克对空降场进行反冲击的情况，以反坦克导弹为代表的化学能破甲武器是完全不够用的。这时就需要足够劲爆的动能穿透器来把主战坦克打个透心凉。由此看来， 2S25 自行反坦克炮绝对是俄罗斯空降兵不可或缺的武器。虽然被称为主战坦克杀手，但章鱼 SD 的具体击穿能力还需要具体进行分析。因为 2S25 并不只有一个型号，在章鱼 SD 家族中，基础型号是 BMD-3 底盘研发的 2S25， 它使用的火炮是 2A75， 只能发射苏联时期制造的弹药，比如 3BM42 只能在2000米上击穿约550毫米钢装甲。这个穿身对付大部分主战坦克的侧后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对于先进主战坦克的正面依然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而章鱼 SD 的后续型号即 2S25M 仅仅是使用了 BMD-4M 底盘进行构建，这一做法是为了方便后勤人员进行维护，也方便采购统一化。2S25M 具有和 BMP-3 一样的发动机和变速箱，与之相匹配的是炮手拥有了更好的智能化火控，并且炮塔中的2人都拥有崭新的热成像设备，这弥补了原始型号上因为成本问题导致的锁敌能力欠缺。根据一些消息来说，俄罗斯空降兵在2013年购买了一些 2S6M5 125毫米坦克炮，或许会开发另一种基于 BMD-4 研发的全新125毫米坦克炮，但截止到俄乌战争爆发，原型车依然不知所踪。最后，章鱼 SD 并不只和 BMD 有缘，它也曾被用于 BMP-3 的改型中。在2015年，俄罗斯展示了一种基于 BMP-3 开发的现代化火力支援车计划，被称为 BMP-3M 龙。这个改装型号主要是将 BMP-3 改装为相对传统的步兵战车或者火力支援车，它的发动机变速箱全部挪到前方，后方是战斗式和载源舱。之所以说它和章鱼 SD 有缘，是因为这个方案中总共有3种武器布局，分别是传统的 BMP-3 的100毫米 2A70 加30毫米 2A72 的布局，被称为 BM100加30，装备有57毫米 2A91 的炮塔，被称为 BM57， 最后就是安装有125毫米 2A75 的型号。虽然这个型号的炮塔和章鱼 SD 非常相似，都拥有大倾角抗弹正面，但从炮盾来看并不是同一个型号。这个项目被称为 BM125， 是整个 BMP-3M 龙项目中最被人寄予厚望的型号。当然，全后置炮塔加125毫米炮留给 BM125 武器模块的俯角到底还有多少，是一个很值得人深思的问题。总的来说，章鱼 SD 是一种非常优秀的自行反坦克炮，它拥有极高的机动性，可在高达4000米的高海拔地区运行，底盘通用性强，可被快速反应部队、空降部队、海军陆战队采购，充当可靠的2栖轻型坦克的角色。
并且在两栖部署中，它还可以在水中自行登陆，或者是依靠自身两栖性能自主返回登陆舰。由于重量轻，它还可以在重型设备无法移动的山区和沼泽地区部署，以精准的125毫米炮火力摧毁敌人目标。这种巨炮可以在伞兵在与混凝土工事或者是主战坦克等目标交战时提供重要的火力支援和持续接触。这种独特的设计让2425章鱼 SD 成为了俄罗斯空降兵的名片。只要有2425部署的地方，就一定有俄军的空降兵精锐。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下期视频见。